中间2个道直行，右侧右转，左侧2个道左转，找这个道找的还可以。就是我记得刚更新的时候，我来这边，它反正是左转车道直行，它好像不会找道，没几天，好像就是3月初吧，3月初，2月25号推送的嘛。后来3月初，哎，突然我发现它会找道了，就是直行它就会找道。我最近很长时间没有，我印象中怎么都没有。最近它走错，说是哎直行要走到左侧这个左转道啊，没有，想不起来。所以说它这个找道，你说是它怎么优化的呀？开始不会，后来会，怎么优化的呀？他有没有学习能力？他要去那边吗？想去又没去，但那边那个道是能掉头能直行的，他要去的话还是对的，直接可以走。但是好像犹豫了一下，想去又没去，有可能左侧的车有车过来，给他的那个变道时间没那么充足。还有400米右转，你跟个电瓶车后边，摩托车干啥？这个做的不好。哎呀，我懒得管他。你看，真是扯。这个过来绕了一下这一个，嗨。你看这几个意思啊？又来了，在路边停3秒。这是啥意思？你看，没到啊，快马上爬山了啊，马上爬山了。又在路边休息休息。这种情况我听那个做内测的那个是 V13.2.8，这是点6，就是他没有遇到过说是靠边停的这个情况，所以说下一个版本可能还是有改善的。现在所有的试驾车都推了啊，你们想试驾的可以去试。所有的特斯拉试驾车都推了，而且推的是 V13.2.8，比这个这个的下一个版本，我们还没收到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就那个特斯拉的这个 S2 渲染图就是无敌的，它的效果就是无敌的，流畅度很丝滑，没有这么丝滑的，而且很精细，没有一个车是这么厉害的。我靠，这玩呢？我刚才这绕一下是几个意思啊？这一个教练车，他会压线去超吗？压线超就说压线，要不超就说是有点傻。我真想按喇叭推一下。等着吧，前面右转了，100米。我这教练车，我这按喇叭把他吓懵了，出事了。离他那么近的，把他给吓得不会开了。那我上山找不到我以前跑上山的小路啊，我下山能找到，下山走的小路，上山找不到，所以就走这路了。那前面没有视野，他不会去超他。你看，就刚才路上的塑料袋子识别出来了，使用这个像素一团灰色表示出来。这么个小塑料袋子，这么高，10厘米就是。这个趁这个应该超了他呀。我踩了电门想让他超他，但是他好像不大想超。再踩一下，其实有点危险，就是这个弯道这样有点危险。他是100%的没问题的再去超一个车，人开车可能会有一些就是侥幸心理，但是我开车这些弯道没有视野，我一般不会去超车。摩托车不需要变道嘛，是吧？就是稍微绕一下就行。他有的时候也绕，有的时候还是偏保守一些。下一个版本有可能是V13的最后一个版本。对面停了一个车，这边停了一个车，他有点懵了。
他没有直接去绕，因为他发现对面有个车，他以为在这儿排队还是干啥，等了一下走了。这里都没人，这些人真是有意思，停车一边站一个，停一边顺站也弄不着了。而且是个弯道，一拐过来这么两个车，连对向的车都压着线，这个路很窄，我开我也压线，因为离这个边太近了感觉。这有个抬杆啊，这种抬杆就知道，就是右侧有这么个东西，然后这边有这个杆，他都知道。就是如果那个右侧那个没有那个东西，直接一根杆，我发现有的时候它不行，是没识别还是怎么样，搞不清。有的时候也看到这边能识别，但是不做什么反应，有的时候做反应，有的时候不做反应。但是正规的都没事，都可以。大坡，开这路真爽，其实自己开也爽。前面有几个道，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180度的弯来回拐。为什么有这种弯啊？就因为是上坡，说白了就跟盘山路一样，上坡。5个弯，然后到山顶。你看，我靠，他没压线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跟那个线离得很近，这么远。我拐这弯都得压线，不压线不放心。这就是 AEB 预警，就是 AEB 和 FSD 是2个状态。如果 FSD 就是处理不了这种情况 ，AEB 发现了，他还往前开，还处理不了，他这种情况，这个 AEB 就你看还没压线，我靠，这么大弯没压线，AEB 就会主动刹车。这就我之前说的，如果你一个不管是人开车也好，还是这个辅助驾驶这个车开车也好，电脑开车也好，就只要你要开出来 AEB 了，就说明就他自己处理不了嘛，你处理不了，让 AEB 帮你刹车了。旁边一个副教练一个教练，就跟刚才那个练驾照的车的那个，这个压线了，那边那么宽他没过去，直接在这过来了，可能是有视野。就是你开车开不好，你才需要一个别人给你踩刹车。AEB 是啥 ？AEB 就是别人帮你拍刹车，踩这个刹车。为什么别人也帮你踩刹车？因为你反应迟钝，你该踩的时候没踩，你没有避让，你开的不好，你往墙上撞，你往人身上撞，你往车上撞，所以说跟个傻叉一样。所以说人家给你帮你踩刹车。你作为一个辅助驾驶、自动驾驶系统，你还能开出 AEB 来，小脚大牙的。人开车也不能开出 AEB，那可能人不小心走神了，是不是？或者反应慢，是吧？你开出 AEB，你反应快的话不需要 AEB 啊，哪怕是鬼探头，人也可以踩刹车呀。人踩了那不就不用他踩吗？你走神了，玩手机了，看下面了，是不是捡东西了？到山顶了啊，拐过来就到山顶了。哎呀，开山路真爽，真好玩。自动驾驶开也爽，那个自己开也爽。这一段路又特别窄，他开的太快了，都开出来了，爽快了。你看这路也不宽，这路也弯也多，他为什么开的相对来说就比较快？因为这两边没有人，没有停车，没有房屋，他就知道人不可能从旁边出来，他就会快一点。如果你这路旁边停着车，或者是有居民啊，有这种，他就会就是相对来说速度就会很慢。比如说限速40，我可能跑30，但这边限速40，它会超过40。这条路说实话还挺爽的，这小山路跑着玩玩。刚才你看他压到了旁边那种，这边对啊，这是一个3岔路，然后他做了一个就是观察，然后又走。我刚才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，因为不是我开啊，不是我开，我就没看这个导航，没看这个地图。而且他这个开车白天就这路啊，白天和晚上是一样的，他不会因为晚上视野不好说，因为对他来说视野是很好的。你比如说我们那个晚上开着车灯的范围很小，大约也就照个前面个几十米，不开远光的话，一般不开远光，就是在他的车灯范围之外有人，这个车机上就显示出来了，你知道吧？这好厉害，这个你根本就是你，比如说在小区里边一条直路，你根本看不到有没有人周围，而且比较隐蔽，一看这个一目了然，几个人，根本就没有视野，他看到有人，没有视野他看得特别清楚。对面你比如说有个车来，开着车灯，我们看不到是个什么车，也看不到啥，他就出来了是个车，然后对面过来一个摩托车，一个啥开着车灯，他就知道是个摩托车，有人拿着手电过来了也是一个车灯，对我们人类来说吧都一样，
都是这样。但是他就知道，哎，那个拿这个手电的是个人，他显示出是个人。所以说有的时候他这个，咱们有的时候开这个国道啊，那个逆光对面来车呀，好多人什么大灯、闪灯来回警告你不要开远光，不要开什么，对他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区别，就是和白天没什么区别。我个人目前他给我的感觉是这样，因为他不会因为晚上，就尤其是晚上我开车，我就特别喜欢开这个 FSD。你看刚才为什么慢？他就知道旁边停着车，我们这边是街道，他包括这边你看又发现房屋了，它相对来说都会比我正常慢。但是这个你其实没有问题啊，这个速度我这个地方我觉得没问题，但是它会确实会慢一些，就和人开车有一点，反正就是格外保守，就是真的是以绝对安全为基础，绝对安全就不会让这个司机处于这个危险之中，他这样一个啥。这段我上次走也是稍微慢了一点，我踩着键门啊，稍微慢了一点啊，踩这么快也是爽。哼，可提高啥意思？就他有的时候觉得突然两边有房子有啥的，他就要慢让你去。你看这个他就稍微绕了一下这个自行车，也不需要变道，和人开车一样绕一下。但有的时候呢，他又不想那样去绕。哎，这地方有树，你看啊，这地方有树，也不算在路外面了。刚才那个位置一过来，我感觉树在路中间了，角度问题。这速度我感觉是刚好的，刚才那边20多不到30，稍微慢了一些。哎，最近发现他这个，哎，怎么回事？反正是感觉不一样，开车每次都不一样，就是从昨天开始感觉又不一样。昨天我开到今天感觉又不一样。你看他开到了路肩上，就是开到了这个油路下面去绕这一个，他就知道那边也是路，他就不知道不是个沟，就是能走的，也是挺厉害的。咱们到了啊，到了，睡醒了？你是上车就睡，没睡醒？你是上车就睡，你这。他这跟摇篮一样，是不是开着？我都上瘾了，我这喜欢驾驶的都不开了。这个地方比那边还要凉快一些，20度，刚好20度。毕竟是山上。我看这地方海拔多少米？哎，没多高，海拔468米，也就是比下边高了200米。这山不是很大，高200米。哎，到了，好，我在这个地方停着啊。按一个按键，你到了目的地了，这你受得了啊？我停这儿。好，谢谢大家啊，视频